了。你妈自己全部不晓得啊？今天是2025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祝大家春节快乐，阖家幸福。在这特别的一天里，阿树和你分享一集最有分量也最适合大年初一观看的影片，全网首发，我们一起沾沾喜气。现在打了一辆摩的出发白杨新村。师傅，咱们不着急啊，慢点开啊，安全第一。我现在搭车去的彝族乡村，隶属于四川乐山市西南部的马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小凉山地区，岷山山脉与大渡河流域之间，山脉纵深，江河交织。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典型的山区县，地形多山，海拔较高。全县总面积约为2400多平方公里，它东临乐山市，西临雅安市，南接甘孜藏族自治州。飘逸的感觉，好冷啊！山脊像一幅水墨画。顾名思义，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四川彝族聚居的区域之一，彝族人口占较大比例。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马边彝族自治县。在2023年，我在马边县拍摄了2期彝族年的影片，有较高的播放量，令了不少观众认识了我。彝族的传统风俗，除了彝族年，还有火把节和彝族婚俗。上述提到的传统风俗，我在过去2年里，在大小凉山不同的彝族聚居区拍摄了大量的影片，十分的难忘，推荐观看。眼前的河流叫马边河。今天新娘家位于山腰的房子就是面朝马边河，它又称为清水溪，是长江支流岷江，仅次于大渡河和青衣江的第3大支流。异地扶贫搬迁，这里要爬一个接近50度的一个陡坡。干实干，精准发力，咬定目标。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依赖人才是有保障。现在我走去新娘家，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关于大小凉山和生活于此的彝族同胞，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它都是中国被讨论最多的少数民族。人们对它有许多固有的印象，比如它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因为地处极偏僻的山区。在建国以前，大小凉山还是半原始社会，时至今日依然有种种陋习。这些对大小凉山和彝族的常见标签，究竟是不是过时的偏见？在本期影片中，我详尽地跟拍了四川大山深处一场特别的彝族婚礼。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它能拨开迷雾，更近距离地了解彝族的风土人情和婚嫁习俗，刷新很多人对大小凉山和彝族的偏见。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感谢过去1年对阿树的陪伴、鼓励、支持、喜欢。Hello。哦，他好是吧？你好，走，烤火，把东西放下嘛。彝族女性的民族服饰是我见过最多以银为饰物的民族服饰。
关于彝族和银的历史文化，我在这几期影片中有更详细的介绍。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民族服饰特点，是因为银在彝族文化中被视为一种具有神秘和保护力量的物质。在彝族的传统观念中，银饰不仅是一种装饰品，更是用来辟邪祈福的神圣物品。此外，彝族的神话传说中，银往往跟神灵、祖先、自然界的力量相关联。在一些故事中，银被视为神赐的珍贵物品，是财富、权力和庇护的象征。我在2024年的布托县火把节里面，曾多名彝族女性交流，她们告诉我，一套银饰服装就是一个家庭压箱底的宝贝，是要悉心看管的财产，有的一套价值就达数万甚至10多万元。彝族结婚时候呢，新娘穿的衣服呢有3件，这3件衣服是很有讲究的。最里面那一件呢是新娘小时候穿的衣服，而中间那一件呢是新娘成人礼的时候穿的衣服，最外面那一件呢是结婚的时候穿的一件衣服。而他们的这个服饰的这个特点能看到非常的繁复，然后那个绚烂，有一点那个富贵金贵的感觉。你几岁了？3岁了啊！你啊，你叫雪飞。他读大班。大班哈。他读小班。啊，今天呢，包括我在内拍视频的、拍照的有4个摄影师，大阵容啊！在2021年，那时候我在新疆塔县旅游，误打误撞，我走进了一场塔吉克族婚礼。那场婚礼过后，令我久久难以忘怀。从那以后，好像我对少数民族的婚礼似乎着了迷，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想最全面、最快地了解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婚礼这个场合是最理想的，因为在婚礼当天，就是其民族文化习俗风尚最集中的时候。我甚至有过一个念头，拍完中国56个少数民族的婚礼，因为在过去我曾拍过彝族的火把节、彝族年等民族习俗，所以呢，我就想以彝族婚礼为切口。于是呢，我在网上搜索彝族婚礼，就联系上了今天的这位新娘，她很乐意我过来拍摄。于是我从广西转了几趟火车和汽车，跨越1500多公里，来到了今天这里。你要对新娘说一句什么话呢？祝福新娘，你说一句。大哥，这个有多重呢200多斤噻。啊。新娘家位于山腰缓坡的村子上，村子大概有几10户人家，四周是种满茶叶的梯田。如果你来到马边县城，你会发现不少喝茶的茶馆。在2023年，我在马边县被一名热情的大哥邀请喝茶，就了解到当时巴士的生活，喝茶是少不了的。据说马边种植茶叶的历史悠久，而今天的马边绿茶、马边红茶在当地小有名气，是当地部分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之一。我来到村子里才发现，我大概是整个婚礼现场唯一的汉族人，只有极少数的情况大家会用普通话交流，大部分他们是用彝语交流的，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什么也听不懂。说到彝语和彝族，它是藏缅语族的一支，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西南，主要源自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古羌人。史书上说的西昌地区的琼方和云南地区的滇方便是彝族的先民。3000多年前，彝族就广泛分布于西南地区，及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粤西彝、会、昆明等。汉朝称为西南彝。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和白蛮的分化，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今天中国大陆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3省的复兴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中，中国大陆的彝族总人口约为983万左右，为中国的第6大民族。彝族婚俗是一部活的彝族民族史跟婚姻发展史，延续了古老的习俗。而彝族婚姻的缔结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个体行为，而且与整个家族、姻亲、邻居都有关系。
遗文典籍记载，远古时代彝族先民呢经历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时而俄特为了寻找父亲而历经磨难，终于在慈尼食色的暗示下娶妻生子，实现了生子见父的愿望。彝族社会由此进入男娶女嫁的父系社会时代。彝族也跟其他古老的民族一样，从原始的群婚制、对偶婚、一夫多妻，历经漫长岁月，逐步过渡到今天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形式。此刻，女方家的女孩们换上彝族传统服饰，准备迎接一群远道而来的人。前面说到，马边县隶属于四川乐山市，位于小凉山地区，而新郎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美姑县人，及大凉山地区，两地距离约100多公里。又来了。下楼不给下到嘛？下班了。谁过来？过来。彝族缔结婚姻实行严格的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姑舅表优婚和姨表不婚等制度，但这些制度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有所松动，因为年轻一代越来越崇尚自由恋爱，民族内婚不是必须的，而等级内婚也基本成为了过去式。咱们知道，彝族社会在解放以前有5种等级：土司、黑彝、白彝、噶西，还有噶家。在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等级制基本废除了，但家支外婚、姑舅表优婚和姨表不婚等制度基本还在延续。我在第一支彝族婚礼影片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前面说到，这是一期特别的彝族婚礼影片，部分原因是因为其双方的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比较好的，特别是男方家庭，所以在婚礼上我们能看到一些有别于传统彝族婚礼的地方，在下集影片会有所呈现。在今天，彝族缔结婚姻，传统的双媒取婚依然是主流。彝族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则请媒人扶杆双媒，媒人根据双方的匹配程度牵线搭桥。我了解到，今天婚礼的新郎新娘在媒人的陪同下，双方第一次见面交谈之后，互有眼缘，商定了礼金，基本就谈成了。接下来几次见面就是双方一起拍婚纱照。我还了解到，有的彝族年轻男女结婚，新郎新娘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婚礼上。在我对面有4位。这里是谁？
就这么照吗？啊。在2023年的彝族年活动中，我曾拍摄过眼前这名女孩，没想到在婚礼上又遇到了她。2024年秋冬之际的一天，是她的新婚之日，她邀请我参加，奈何当时我在东北拍摄阿树闯东北系列影片，天高地远，于是没有去成。在此，我祝你新婚快乐，百年好合。谁的看我都看我，快点去下去吧，快点去玩。别走，洗就别走。来，表情。来，准备3、2、1。新婚快乐！自己说自己的表情。再来一遍。然后我再配上嘛。来，我们谢谢。来这一点，每一个。新闻，来，新闻，你们集体去看新闻吧，前面查。谢谢。还吃瘦肉吗？啊。吃瘦的。我跟上可以再让一下。来，快点，过来。这个说。
他们那儿直播间。哎呀，别哈，牛了。他过来对起不要。一个啊，来，我转过去就。啊，转不了海了，你们就摆手。来1、2、3，看我。啊，等等，咱不是个啥嘞？咱不是个啥？但是。你看嘛。来，你们这儿。你是找了一个月是吧？你们的嘞？来，都看我哈，小花笑一点哈，1、2、3。我不了了。笑一点哈，身体侧一点，拿3个，哎，这样好看一点。我这是啦。来，下部队这儿，对，看我阿姨。阿姨，你看我，不要看他。来，准备好，3、2、1。来。我照这那个给你嘛。来，保持一下各位姐妹，我拍个合照。请问你们是新娘的什么朋友或者是亲戚？妹妹，我是姐姐吧？应该。她是姐姐，我们俩是妹妹。啊，有成家了吗？还没有。我成家了，还没有成家。啊。小花新婚快乐，可以吧？小花新婚快乐。祝小花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祝小花新婚快乐，百年好合。祝小花新婚快乐。赶紧嘛，好，快点的嘛。砍过。你下来了，是一样的砍过。来，小朋友看这边。来。
这说的吃的，俺这吃的，俺吃的的。啊，这个是什么嘛？小黄你不是不是个不的。可能是因为新郎家到新娘家这个路况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来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牛不配啦，你直接给去吃。你干这也得看。把那个瓜过来。我有一个。我也得了，我也得了。我的了，赶紧上桌噻。我的了，你们来的了，你们不来的了，一出去是了。不来的，你们出来，我来这不是你出来，是的，是什么意思？赶紧上桌啊！好的，阿姨，不了，阿姨。这个真行了。啊，那么了，你不是说了吗？抓了吗？是吧？你娘们，你上过吗？放假是你要，看你的，你上药的，上药的，连了我也吃了这个。好帅哟！那个嘞，啥不行？这个是。我瞧着你手指啊。这我3看我。等一下，来1、2、3看我。加起来我都乖乖的。啊，我再放一吃来上桌子。现在是美女摆拍环节。对，你做过饭吗？做过呀，他爷爷都会。放盐啊。这样子。哦，就对，这样子。弄一下。这是坨坨肉。为什么叫坨坨肉呢？坨坨肉就是一坨一坨的呀，所以叫坨坨肉。一般坨坨肉都是跟这个叫四季豆是吧？啊，对，四季豆和那个坨坨肉。还会跟什么蔬菜煮呢？其他的不用给了，就是调料就可以了。四季豆还有那个笋，竹笋你知道吗？还要放那个。坨坨肉。是啊，有男朋友了吗？没有。没有啊。还早。还2000年23岁哈，还早呢。2000年的，现在2024年了。你们彝族年是要加2岁是吧？彝族的话25了。啊。要求呀，没有要求，10个男的就可以。好瞎子啊！我选择自己喜欢的，只上厕所。挥手。啊，拿出来的，这个是一整鱼啊，怕吃那个是拉家一个笋子都不打，再几下拿开了。
在伴郎团来到新娘家接亲的过程中呢，在门口这里，伴娘团会泼水，泼的越多呢，意味着越幸运、越美满，过去不好的，然后迎来新的。彝族婚礼多数在秋冬季举办，正式出嫁时，先由男方根据路程远近，在本家之中派出彝族称羡慕的小伙子，也就是我们说的伴郎，数人或数十人，携酒盛装组成迎亲队伍，前往女方接亲。和汉族婚礼不同，彝族来接亲的队伍中，新郎并不在其中。当第二天羡慕们把新娘接回男方家，新郎才会第一次看到穿着新婚服装的新娘。而当伴郎团到来时，女方亲友相聚等待，期间最为热烈和惊险的为泼水仪式，这是彝族婚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呢是为了给婚礼助兴，增加喜庆；二是为了增加接亲的难度，考验对方的真心。女孩们有时会唱到：为了养大女儿，妈妈脱了99层皮，不泼99桶水，不抹99把锅灰，哪能让你们轻易背走新娘？羡慕们则回答：我们翻越99座山，涉过99条河，走过99条路，专程来迎亲，不背回新娘怎么行？为什么你这件为什么这么特别呢？这个比较复古啊，跟它这个是比较老款的啊。他告诉我，这件衣服是最传统的彝族服饰，是祖母那一辈人留下来的。我看一下你这颗超大的钻戒。现在12点半了，伴郎团呢快到了。那之前哪边？不要时间太长。下面那些小老师看这里有相机。哎呀。给我。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是一名在火把节认识的彝族女孩分享给我的，我无数次的以这首歌为视频配乐，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很多观众也觉得好听，问我要歌名。这首歌的文件名为《朵洛河》，朵洛河是彝族的一种民间歌谣和歌唱艺术形式，属于口头文学的一部分，它通常由彝族女子演唱。歌词内容涵盖彝族的历史传说、自然景象、爱情故事、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是彝族民间故事和历史的载体之一，也是彝族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耍呗，过年再走呗。对啊，应该明天还在。明天他订婚，就在县里面。他们抢糖，小孩子抢糖吃啊，你见过吗？没有。可以了，很标准了。辣条、饼干，对，这个榨菜、花生，满载而归的小朋友，开心吗？哎呦死啦！我小手太小了。那你们有没小的嘛？啊？有，老小这边那个哪个？啊？就老七啊。美女们，我们一起整一首哈，来。那么就是祝我们的这个小花，也是我们的朋友，祝他们新婚快乐。然后呢，我们也作为他的朋友，非常的高兴来到这里玩。然后现在我们作为伴娘团，敬一下我们远方的这个朋友，来一杯。然后就请对，对。那么我们就代表杨家人敬男方一杯来，整上我们的酒杯端起来，然后唱一首我们的彝族歌曲《嘎月老》送给他们，来，预备走。嘎月老，寂寞寂喜乐，嘎月老。
拉下，必须拉下哈。啊，那我就吃了是不？来，拉下，下。多个是吧？拉下，记得吗？哎，我是说他们的，多少？我刚才说的，拉下，结果就是他们有的你蚂蚁，啥是蚂蚁啊？小蚂蚁噻，你啥房多？那我们这儿现在每股的咸菜给你们返现是多好？咸水，说啥了？这咸水上面这个名字啊，这个叫阿三龟的是吗？你跟我讲来了，没关系吧啦？星期三就现在开始这把你吃过吗？是两吃的。你说不吃过吗？可来个我讲不给。我们才上火嘛哈儿。你是干哪去啊？你是不是吧？以后我们还做不做朋友了？记得吗？记得说嘛。我。记得，超了记得。排队。什么东西？刷，妈嘞！你必须刷。咸是多好？咸水，说啥了？这咸水上面这个名字啊，这个叫阿三龟的是吗？你跟我讲来个。米口啊，娘多，你忘了这个说好不好的？我们才上火嘛哈儿，你是干哪去啊？你是不是吧？以后我们还做不做朋友了？记得吗？记得。说嘛，我记得，超了记得。说嘞。我小孩儿是老小，我的小朋友是小孩儿。来咋呀？我去哪里去噻？没啥的。我打不上了，知道。哦，说，我们写出来了。也是啊，你们解释。新年子穿衣服了。Hello， 恭喜啊！谢谢，我是实在是谢谢。现在什么心情？嗓子有点哑。喝点水啊。不需要。那我就不接了，必须把你们吃吧。那我就不接了，必须把你们吃吧。我大口哈，还是不影响啊！我给你塞下去。我要走啊。
来3个粉嘛。哦行，肉的一个，不好意思，帅哥。热气点啊，热气点啊！二宝，你来吹了。给差不多。加油加油！老师，也不是喷子下人物，他不是不是啊，你不丢。在伴娘给伴郎敬酒的过程中呢，会亲切的交谈，这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异性的，然后促成这个姻缘的一次场合哈。所以呢，婚姻呢，它结婚，它一个是新郎新娘的事情，另外一个是这些单身男女的，他们互相认识，互相产生缘分的一次很好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是伴娘给伴郎敬酒的环节。在传统的彝族婚俗中，有不少的仪式，既是为了庆祝新婚大喜，更是为了促进彝族单身男女相识交流。比如待会儿，这些伴郎和伴娘呢会上山打水，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促成更多的姻缘，这样民族的血脉就可以延续并发展兴旺。我比你多嘿，我比你少。这是小花的闺蜜哈，我新老板是我一个选的，对啊。理解了。真的必须得很多的。是啊，他这个是服装小众了姐。这是要抹谁呢？等一下抹他的脸啊，背新娘的背拿发的那个背新娘那个是新郎的什么人啊？亲戚。亲戚啊。兄弟，伴郎嘛。说起来人。他显脏录了一点点。啊？那你显脏录了一点点。拿出来插水吗？水吗？就这么样子啊？对，我怎么插水呢？拿出来。
先个啥？跟啥起来？毛巾不是要拿毛巾啊？好漂亮呀！你哦，你记得了，这嘛就是的。哎呀，这别跟我们，那不是这个吧？把咱们这个给你写一个嘛，什么别搞的，周决定呀。啊，这不个体质不得写吗？哎呀，查这个有绿嘛？我俩去查半年拉不得。知道谁贴上？这个把这个。艺术的，是不是？刚才那小弟弟。他是这个。哦，我你这个。这不是六十五码了？这65码，那一个是。结果好，我结果了，咋这个就是要对吧？啊，不是，干的，过了。啊，这个不急，这个不急。他怎么交给了？是吧？我肚子那不光是不光了。俺们的下课时间嘛。还8个人吗？啊，就还不行不行了。咱们什么了？你今年，那看电工不那看？给他整上跑。啊。小妹说我的吃都不的，吃都吃吧。这怎么的吃？我不的咋不吃你啊？小弟，你吃啥嘞？吃这个有落不到，这个有落不到啊！老师，那你要吃吧？哦，1岁。啊，1岁。老师，那你要吃吧？哦，1岁。啊，1岁。看到没有？我现在吃点真给他吃，哎，对吧？对。吃。接受新娘的揭盖头纱。
让下，就完了。新郎是哪个呀？这些是新娘的妹妹辈。好，弄好这热了。要收藏。一个小二全是衣服给穿过来。来，都看我哈，你们三个都看我。帮我抢吧。啊，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抓我。你们都看新娘哈，新娘看我上面。谁一直偷的？我先。每次吃。吃嘛啊！俺们这里非常的多嘞，我这多嘛，多嘛。吃了吗？吃什么？其实彝族的年轻一代普遍受过教育，他们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了解现代文明和其思维方式，知道什么风俗值得继承，什么习俗应该被替代，知道普遍的卫生和健康观念。当地呢也一直在推荐移风易俗，但是几百甚至几千年形成的习俗，其历史惯性也许难以一朝一夕改变。彝族的年轻一代偶尔能感觉到他们处在这种现代观念和历史惯性的拉扯中，有时想要突出重围，有时又茫然无措。大小凉山不同地区的彝族结婚，其婚俗有微小的差异，但是大多都遵承着新娘在结婚前半个月就要逐日减少饮食，有时每天仅吃一个鸡蛋。婚礼前一天，准新娘将完全禁食禁水，这种婚前戒食的一个习俗，彝家称为杂空。在古代的彝族社会，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族血脉土地的结合。新娘在婚前减少饮食甚至禁食，其原因是为了让新娘在婚前保持身体的纯净和庄重，体现对婚姻神圣的敬意。禁水禁食可以看作是仪式中的考验，即对新娘忍耐力、责任感和庄重态度的考察。但时代在发展，禁水禁食在今天更多被看作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不再具有实际的禁食禁水要求。部分地区的彝族新娘可能会采取一些折中的做法，比如减少禁水禁食的时间，或在传统仪式上有所松动。咋个是个？
就是老师什么？啊，不是10个就考试。Dale. ¿Hảo看吗？你看到什么了？现在呢，他们在摔跤，这是彝族婚俗里面其中一个。不好意思。Kita. Belajar pun ada juga, kayak muda. Belajar pun ada. Belajar pun. So. 僵持阶段。请问是不是有一方是男方家的，有一方是新娘？那个绿色的是我们女方家的，黑色是男方家的。好走了啊！那交锋那边。那交锋。是。耶！这样算谁赢呢？就女方赢了。啊，就女方赢了，就绿色衣服的赢了。对，第一次见过。第一次见。对。这个小的这边的高手，这个是女方家的。这个女方家的。今天的话，女方家先首先站在第一位，站在前面。明天的话，他们站在前面了，前面了。还能再学。哦，懂了，我懂了，高手勇士出来了。还有我的杠子喂。上来一边去。不是。
下边有去。开始。漂亮。我继续有点明显了，这个你怎么办？够吓人呀！先生，先生，跟说的先生不懂我。哎呀，你这一个人，先生，不得了！好多人在家里面的阳台上远远的看着。Yenmez ki ben de.你别吃。那啥？哎呀呀！你别吃。加速了。吃个饭呢？可以。你家还有我是。你家有带着研究了，给我们点吃呢。我说那么少。不是你都这么是的。都这么是。我能不能现在不行不呀嘛？俺没了。我家不有鱼的呀，快点点，快点！慢点，小点。我要吃，我要吃。我做4个准备，不垃圾了，不垃圾了。是吧？我刚给他下了。
直接我那么快就要退吧，我肯定。啊，他原始嘛是嘛200，拍一张。我想着等你推荐以后就洗转了。好的，是不是我换个沙发提莫位啊？有的呗。你是怎么念成下面边名字？那不弄哦，这这个来是哦是吗？我们俩是哪啊，不是嫌不是那个，我来这就是没有呀，我给你讲个。这怎么穿个朋友？哦，那就这个，签字了，考试的啦。一直在看你。他4个地方很多人没有看过。真的是哪位？他那个就来真的是。1、2、3。阿毛，你就说。要怎么样？121是一人一瓶，我们2个先喝12吧。啊，真的辛苦了。实在放下了，我把你真的，你说你是从广东赶过来的是吧？你是不是？你从广东来吗？好。10万辣椒。没事，你要喝不下了，你跟我说，我帮你喝。现在说阿刚就是那个意思。你从广东来啊？是的。广东哪里？需要惠州。我从广西来的。咋了？他喝多了，他是从快点喝到现在，快了。你是汉族啊？这是彝族小孩子，是不嫁汉族。嫁的，但
就是以前的话风俗比较严，现在的话比较开放，就看你娶不娶，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尝试去入乡随俗，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以更包容的心态去了解每个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甚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可以学着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就算我没结婚，我们过年了，我也能进去玩。我们过年还是很好耍。121也可以，看你喝哪个。哇，你121也可以。你好屌啊！你好屌呀！你想喝121就进去121，你想喝525我们就进去525。我。人家说525。辛苦了，今天一天跑了那么多。要到这里，要到这里的。到红河两岸，妈妈的乳霜耶，我生命升起，你生活的春香。我们先生，我们先生老公。哇，你手上，你手上。谁是在这儿？谁是在这儿？谁是在这儿？哦，谁是这儿？谁是在这儿？徒弟，他们要给你掐手了。啊，稍等，等拍完。等了1怎么拍什么？谁是？拍他两个，哎，这个开始了。来，哥们儿，你给我穿着谁去？没问题的。他们两个要今天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金河两岸，妈妈的乳汁像冬一样的甘甜，故乡的炊烟。现在呢，要去这2位女生的家里面借住一下，是新娘的朋友亲戚。但是呢，有些会赶在天亮之前，有些就会在天亮之后，这个看情况，因为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啊。冷不冷就把这个。哇，这个美女的家也太舒适了吧！早就去。几点就去呢？5点，我听那些伴郎些说5点。因为在美国那边有点远，而且路也不好走，那边在下雪。你会去吗？会啊，我是妹妹，怎么可能不去哦？我不去谁去哦？彝族婚礼通常举办2天，这次婚礼第2天的内容，阿树将于下集分享。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有一点点收获。再次祝你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蛇年大吉！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